好，行政院现在提修法哈，修法立委将来到大陆要强制列管了，要先报备甚至还要核准，指标的官员也不能出席中共的活动了他现在好几条等等看，好几条哈。那远景有抱怨，你这过犹不及嘛？以前是去了以后回来，尤其那种也不是什么大官的远景，就写个报告就可以了现在不行，现在不管了说基层要长官许可才能成行。那长官说不准，只要规划了半天，全家都不能去旅游啦那当然了，长官也许不会不准了，但总是麻烦嘛。所以呢，国民党发言人牛许群委员说呢，府院党都是共谍，你们出一堆共谍，我们去也没变共谍，你们去变共谍还管我们是不能去那陈玉珍说民进党是要打仗吗？为什么这个也限制，那个也限制，都不能去了？交流不是很好吗？难道变成这个坚壁清野，变成非常敌对吗？那民进党团干事长钟嘉宾说，是立法院自己找的。说人家连监察院都有规范我们立法院没有规范所以你们自己找的，现在给你规范那基层公务员有人说国家安全是很重要了，有的人说这个搞个什么东西怎么怕成这样子那陆委会说主要的为什么立委到大陆要经过许可，防范中共统战我们中共会统战所以呢这个要先报备那他现在修什么呢？就是两岸关系条例啦。台湾地区与大陆人民地区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1、2、3、4第1啦、2啦、3啦、4、5啦那第二项里面有很多款了那第一个全面许可，以前是9职等以上才许可，现在全面要许可，以前觉得基层无所谓嘛那另外呢，11职等警监3阶层公务员维持现行规定，要向内政部申请；10职等警监4阶以下未涉机密人员要这个所属机关许可，一个向内政部比较高的官，一个向所属机关，立法委员都要去这个要获得许可然后呢，退职没有满3年的县市长要许可，跟有关国家机密或是办理国家机密的业务，或者在业务上知道国家机密的这个要许可，然后。一般公务员违反到大陆规定的呢，他的主管机关知道以后呢，3年里面把他列管，不能再去了那么另外呢，这个民选公职人员，如果就算我准你去了，你到大陆如果接触中共的党政军，接触这些人员回来之后要提供你在哪里接触、时间、地点、干嘛接触、过程谈了什么话，然后呢，权责机关要公开揭露出来然后另外呢，指标性的卸任官员那出席妨碍国家尊严的活动，比如老公办阅兵庆祝什么所以要扩大规范的对象。现在增订曾经担任总统、副总统、国安会咨询委员、中央机关政务人员、中央3级机关以上的首长、驻外机构的馆长、副馆长或领有月退的这个校级军官这些他们的庆典活动妨碍台湾我们中华民国的尊严都不可以去我们看一下。不到中国海警14605，海巡使用双声道要大陆海警船转向离开，因为3艘编队航入金门限制水域，我方赶紧派巡防艇顶着浪高3公尺，迫使陆船航离。海面不平静外，要防止中共渗透，行政院也拟定修法。现行规定，除了特定身份者需经联审会审查许可，未来修法后，立委到大陆都要经过许可，违法最高可罚1000万元以下。两岸人民条例修改的部分，您就是没有想要回这一题就对了吗？无聊的法案。因为剑指的就是立委们，党政人士透露，有立委在会期中到对岸说去就去，国会自治不应该超越国安，而细节部分要对所有公务员都纳管，未来连10职等以下未涉密的基层公务员要到大陆也需原单位同意。民党是打定主意想要打仗是吗？绝对不应该让政府一步一步来残害我们的这个法治跟自由。
现行条文规定，政务副首长或少将以上等人员不得出席大陆党政军庆典有妨害国家尊严行为。但修法过后，适用范围扩大，只要危害、矮化甚至消灭我国家主权者的统战政治宣传，就可处罚。比如说他是对于这一个要投降等等之类的的言语，然后呢去做这个应和，又或者呢他去宣扬这个所谓的武力攻台，又或者呢他因为这样呢去跟中国签订相关的协定。但统战定义如何，在也认为有很大模糊空间。我曾经当过中央机构的政务人员，环保署长就是部会首长啊，都被他现在很久以前，他没有讲多久以前呢、他没有讲多久啊。刚刚乃金在问说会怎么样哈？告诉你会怎么样？违者剥夺月退俸哦。如果没有月退俸，处新台币200万元以上1000万以下罚款。先追多。来，老沈。是这样哈，我觉得当然这个是民进党政府，这个两岸距离这么近啊，你大我小，你强我弱啊，你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他当然不安啊。这个不安，你问问吴峥，他有没有日夜不安？有啊，不安之下的这种修法的方向，我觉得我是可以理解民进党的为什么要修。现在问题是国民党反对的人，你就是有7个去厦门参加台商的会议，这不重要，你不去会死哦，对不对？你去了对你又有什么好处？但是呢，对国民党有没有坏处？这个请国民党自己摸着良心讲讲，因为2026、2028的选举马上要到了，你经得起人家用这个来大肆夸张说叶元之去了，这个翁小玲去了，你百口莫辩，你说啊，你又抹红了，又红中带黑了，这个就是你在民进党的统治的屋檐底下，你再怎么行事，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你也都百口莫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我们现在是讲立法委员了，这个立法委员能够说我不重要，我去这一趟不重要，不管那些台商邀请我的，跟我有多熟，暂时1-2年内不重要。但是呢，对未来很快马上就要来到的2026、2028，对国民党的在民间的这个评价很重要。你像国民党现在不管是哪一个民调做的，国民党的支持度都20出头啊，就20出头，泱泱大党怎么只有20出头呢？这个都不无关系的。像今天你看那个翁小玲说啊，无聊的修法。这个不是简单2个字无聊所可以交代的。我觉得民进党是没有什么道理，只是怕而已。但是你非去不可吗？你真的要去这一趟吗？你去这一趟，与党的害跟对你自己就算有利，相比之下，你值得吗？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修法虽然民进党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是帮了国民党很大的一个忙，因为国民党管不了这些委员，他听你管啊。又有什么不好呢？吴峥，这个法案还是包含要讲到立委公务人员，其实也不分党派所有立委嘛。那国民党的发言人牛许庭委员讲说，你国民府院党都出共谍啊，那意思是民进党你怎么不管管你自己？所以我们要先讲，第一个是所有人都管嘛，第二个是。当然，刘雪怡是攻击民进党，但我这边不去回应他，而是借着他的话，其实也凸显出来说，没错啊，中国现在就是希望包含在总统府、在行政院、在政党里面，它确实会有渗透，所谓吸收共谍的行为嘛。所以为什么行政要推这个修法是纳管嘛？那其实别的不讲，其实包含民党我们自己，像我们现在党务主管，其实党工呢，就是出国，其实也要。一样有这个制度了，就是在我们党里面已经这样做了，就是你要去哪里啊，有没有去中国啊？这一趟有没有要去会不会碰到党政军的人啊？其实我们都要先去等于要报上去，让这个党部来许可这样子。所以讲回来了，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一视同仁啊，因为其实在之前，包含在现在，包含这个我们各县市的首长、11职等以上的政务人员，你本来去中国就要内政部联审会许可嘛。那立委等同部长级嘛，部长14职等，那如果11职等的公务人员以上本来就受这个规范，其实你立委说实在，你的重要性不下于这些政务首长或公务人员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来看的事情。当然，以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的生态，对这个修法过我是不乐观啦。因为之前我们本来民进党立委有提报备制的案子就被挡了。可是我觉得其实国民党的朋友可以换个角度思考了。你看蒋万安这个周末他要去中国参加双城论坛活动了，那
其实以蒋万安要去中国参加双任来讲，其实民进党我们也没有太多去发表一些什么样的相关评论。如果要我如果在有台讲到这件事情，我可能顶多酸一下啊，说蒋万安你以前选举时候不是讲说，这个中国军机如果还来的话你就不去嘛，大概就这样子。那我们也不会特别去对这事情大做文章，因为蒋万安可以讲啊，就说那这是你陆委会许可的行程啊，你民进党政府你觉得有意义，你就不准我去啊，对不对？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把这个事情制度化，因为像现在确实这次国民党7个委员去，你见了谁，碰到什么事情，那当然大家会有疑问。可你把这个事情制度化以后，那其实对国民党来说有好处啊，因为说，其实这个许可权你内政部联审会啊，这是你准的行程，你有什么好反对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修法应该是可以来理性的讨论，让朝野都往正向方向走。玉川兄，其实如果两岸在比了哈。不是只有比说军队的规模、武器的多少而已，有时候在比那个制度啊，这种东西是一种软性的实力啦。那一般人可能没有感觉，可是事实上，人家就看说，你大陆跟台湾哪一个比较自由，哪个比较民主，尤其海外的华人对这个问题特别的敏感。我想比军力啦，比这种甚至科技的发展啦，台湾真的不如中国大陆，这个差距搞不好越拉越大。可是至少在民主、自由、开放这方面，台湾的形象应该要比大陆要好很多。你现在开始做的这个事情，你认为会替台湾增加改善我们的形象，增加我们的好感度，还是让人家觉得说你怎么越来越搞得像中国大陆一样，像一个这个严格控制的社会一样出去都要报备。这样那样，连退休下来官员都要报备否则他就罚你这个约推俸也要把你删减。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好，就是我们应该有一种自信两岸来往了这么久了你说真正台湾的国家的安全，因为中国大陆的渗透，借着两岸人民的来往，这样的渗透对台湾造成多大安全？可不可以量化给我看一下？你直接的感觉，不要讲量化，你直接的感觉就是没有嘛？有啦，就刚刚讲的时候说，民进党你们府院党，你们自己都有匪谍。但是即使这样，我要讲一句那对台湾真正的安全的核心的影响冲击是很有限的啦。然后说到这个台商的问题傅雄兄刚刚也讲了一下我们每一年从中国大陆赚了最少几百亿，多的时候1000多亿啦。这里面这些台商美金，这里面很多台商是低声下气，非常的辛苦，在中国大陆寄人篱下，要看人家的脸色，这样过日子赚这些钱，让台湾增加台湾的财富。他们有些的台商真的会邀请一些民意代表，特别是立法委员说：“我那个地方你来一下嘛，我们那有个活动来一下嘛，因为你们来的时候，地方上干部就会来嘛。”台办人员这些就会来嘛，市政府的人这些也会来嘛。以后我们在这里也比较好做事嘛。认为如果是这一方面的，纯粹是这种想要让他在台商在大陆做生意更加的顺利、更加的方便，我认为这个是无可厚非。我认为民意代表不要说是国民党，我认为民进党的民意代表这个立法委员，如果有人拜托台商拜托你，然后你去真的对他们有所帮助的，我都觉得不反对。最后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一直买武器，花很多钱，我都觉得很多都是有必要的。我不像有些蓝营的那样子的反对，只是说你有没有好好的去规划，或者是只是人家给你什么就买什么。但是除了不断的买武器以外，你知道战争的爆发最重要的，有的是因为军备竞赛，更重要的是因为政治关系搞坏嘛。所以两岸之间维持相当程度的交流，可以减少疑虑，也让大家，尤其给北京，可能某种程度的面子上比较好过。因为这样子而降低了战争的风险，我认为是值得的。所以我认为两岸之间的交流，我是站在鼓励、期许的这个立场来看待的。接下来再回来。好，这个张文27岁
包括自己搞死4个人11伤啊。那恐怖攻击呢？现在说他在要仿越战毁灭性的武器，他自己做了15支烧夷弹。说哇，这个如果在圣诞节了，或是新年人多的时候爆炸不得了哈。那这个他为什么要买这个高规格的笔电？因为他只玩游戏啊，游戏没有要那个高规格的这个电脑嘛。所以就在追他的动机，希望能够破解他的笔电啊。这事情发生为什么要追呢？就想要知道为什么，看能不能防患知道他在干嘛这样子啊。那他不止网购刀械、烧夷弹的材料所以呢，不排除他本来是锁定圣诞节及跨年犯案，所以他从那边跳起来，到底是要跳死自己，还是以为像他们来讲的，上面有指向他可以逃走另外呢，很多人学啊，现在捷运北门站也是呢，大家吓得要死，因为有个男子敲伞说大叫，大家就吓死了，他拿个伞在那边叫。结果还有1个人受伤了就因为他情绪激动，敲打玻璃、咆哮，所以呢，乘客就狂奔逃难。一个70几岁的女子呢，结果避难时候摔伤，因为她跑来跑去，当然会容易摔到嘛那另外呢，这是昨天呢，这圣诞夜松山站也爆斗殴松山站2楼一个餐厅然后呢发生。昨天呢，25号暴力事件，一个女子带着友人跟其他3个人口角，双方肢体冲突，1人受伤送医。说有人说是债务，有人说感情，不管怎样反正一个恐慌症，一个呢吵架，都引起瞩目这个搞不好每天本来都在发生的，只是这个时候他就特别注意了那另外呢，北捷市政府站在1点钟无差别攻击演练了，不是真的发生了事先有预告了说呢要发避难警告细胞让这个发生事情了要小心等等所以呢这个月台演习丢汽油弹、持刀攻击画面也曝光了说万一这个有歹徒这样做恐怖分子这样做要怎样？然后呢，因为内政部长说小局数呢没加这个，现在把这个放进去了。你别胡闹了，你小局数不要再印了，那个笑死人了。我告诉你，我就丢到垃圾桶，我看都不看。那是不是真的发生事情，看那个有用吗？还要在里面花多少公帑啊？还有我们要加什么？我们看一下。一个玻璃瓶从旁边滚出来，沿路散发烟雾跟火光，就像火球一样砸到墙壁后开始燃烧。没多久，整个空间烟雾弥漫，这就是北捷恐怖攻击嫌犯张文丢的汽油弹。台北车站的汽油弹全部烧毁，瓶身、行李箱被烧得焦黑，而不止北车，连旅馆都被搜出23个汽油弹。警方往前回溯他的动线，全部都是网购。到了制取店，走到最后面，拿出包裹，这过程走过上百次。而仔细看箱子上印的厂商是一间位在台中的化工行，他长期靠网购筹划恐怖攻击行动。在化工行买的东西是制造汽油弹的原料吗？化学专家看着他制造的汽油弹，研判是想制造俗称的烧夷弹，也就是凝固汽油弹。如果制作成功，伤害相当大。变成半凝固状态，它的温度可以加了一些白磷，温度可以上1000度，那可以烧入人体的深处，而且它大量的燃烧的情况下，会造成，因为它燃烧是氧化反应嘛，氧气都被吸掉，然后变成2氧化碳和1氧化碳出来。它会造成人的窒息。烧夷弹的威力，只要碰到人体就会酿成严重烧烫伤，幸好失败了，否则台北车站准备的12个汽油弹一旦燃烧，造成的灾害肯定更加严重。好吧，来，乃菁怎么看？我今天搭捷运到TVBS 来的时候，是不是刚好碰到那个演习？你有到市府站吗？我没有到市府站。对，他是只有在市府站。那可是我们我在搭捷运在我们古亭站那边的时候，好多的这个警察在那边，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勤务，还是他们还在交班，还是配合，还是有可能要在交班，所以非常多的这个警察在这个捷运站里面
我觉得当然是因为这次事件的影响，然后特别是赎会呢又查出来说，竟然在这个尖峰的时间5点到6点的时候，有一个空档1个钟头，我们是没有这个警察勤务的哈，所以当然就会警方在这段时间里面就加强了这各方面的这个配置啊，希望能够给民众呢更多的安全感。但是我记得上一次的时候呢，赵先有提到这一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现在呢，警方在研判类似这种重要的交通的设施啊，公共的这个设施发生的这一类型的事件的时候，警方应该要尽其可能的想象各种这样子的情况哈，然后给民众来指引。因为比如说他们现在设下来的规定是说，以后呢什么戴什么安全帽啊、面罩啊，你都不能够到捷运站。但是他可能比如说像这一次这个张贤。他没有进到，他们也没有进到，他也没有到那个，而且他是进去才换装的。对，而且他就在那个才刚刚下去那个入口，对，他戴了那个防毒的面具，然后那个面罩，他开始丢那个烟雾弹。你根本防不胜防啊！而且那个地方呢，就恰恰就是警力比较缺的地方。警方呢，通常都是会在比如说停车捷运站的这个周边，或者是说上车在一些比较人潮比较密集的地方。你恐怕很难想象，在那个入口的时候，这么突然的就发生这个状况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后来在南京西路的成品的时候，他在大马路上就开始在丢那个烟雾弹的时候，就类似像这样的情况的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应对？我们这次呢都非常的佩服啊，这个于家昶先生的去制止歹徒的勇气。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所有的这个民众了哈，除非呢您有相关的安全的这方面的训练，否则的话真的是非常的不建议大家采取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因为很多状况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36计跑为上策。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对啊。一群人往前冲，边跑边回头看。有人跑到摔在椅子旁，还是紧张到站起来继续跑。有什么事吗？我不知道。也有人直接蹲地躲在车门旁，因为车子准备进站。车门一开，所有人冲了出去，推开逃生梯大门，想办法挤上去。每个人都喘到不行，但到底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啊，各位？大家都拼命往前冲，说快跑，但什么原因没人晓得。北捷25号晚上8点半，新店往松山方向的列车发生惊恐逃窜，当下车子准备进入北门站，但一堆人根本不知道怎么了，抓着朋友赶快逃，有人被踩伤，也有人摔倒。捷运警察赶来，被指控的男子和妈妈留在现场，一问才知道，当时母子2个人在车厢内准备下车，儿子疑似与其他乘客发生擦撞，大喊让开，甚至挥舞手中的雨伞敲打车厢，同车乘客纷纷闪避，这一闪让许多不晓得状况的人开始逃。当年郑捷事情发生以后啊，我们捷运的大概有1-2个礼拜的时间啊，捷运搭乘人数瞬间下滑了2成啊。那这一次啊，影响比较小，因为它不是在捷运车厢里面哈。但是这段时间确实会出现2种情况啊，一个是模仿效应，就有一些人呢开始在那边网络上呛虾、留言啊等等的。当年郑捷也是这样子，我们淡水也抓到一个，嘉义也抓到一个。第二个叫做惊弓之鸟哦，就是像刚刚说的，那个人可能恐慌症发作在捷运站里面这样那样，然后大家就会开始联想说，是不是又有一个什么事件发生哦？所以这2个效应大概会持续个半个月哦，大概民众的13天嘛，对民众的心情哦是需要修复的。那今天1点在市府捷运站进行的演练哦，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实际情况的演练。它演练了2个版本哦。第一个是有2名歹徒丢掷汽油弹啊，所以消防人员啊跟撤离这个乘客、疏散乘客怎么样快速的进行。第
二个是2名歹徒无差别的攻击啊，无差别的攻击情况底下，你不要去碰他，那人员怎么样快速的进驻进行这2个演练？主要是因为跨年快到了哦，跨年大家知道每年的台北的这个跨年活动哦，我们的捷运第一个是几乎不停班到凌晨的3、4点哦，第二个是大量在运输人潮哦，所以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就跟万安说哦，你可能要进行一下演练哦，要不然跨年的时候大家也可能会人心惶惶，或是有人借机闹事哦。那当然最近哦，像乃金姐刚刚讲的，可能就是最近我们很多捷运站都提高了见警率哦，甚至荷枪实弹啊，像我之前在西湖站也看到哦，希望说在这半个月里面稳定人心哦。我之前发现那个捷警的状况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哦，它的排班是这样，在台北车站，因为它是大站，所以它要分2个班，一个叫守望班，一个叫做巡逻班。守望班就是定点，然后还会有另外一组人去按照路线巡逻，所以当天的3点到5点啊是4个人，4个捷运警察在北车站里面呢，2个人是守望班啊定点的，然后对好定点就是随时应变嘛，可以去支援，结果5点不到，这4个人一起撤退，1个人一起撤退，中间也没有交错排班，有另外一组人力来支援，就这两组人4个人一起撤退，所以当下的捷运站里面是完全都没有的。我那时候从那个时序表里面，我觉得为什么我们的站长可以在2分钟不到到达现场，然后救治伤患，但是捷运警察要9分钟后才到，那显然是从外面来的嘛，才发现有这个状况。所以我们现在台北市的捷运警察当然人力十分有限，我们有177个站，可是我们的捷运警察才220名的编制，可是这220人不是 always 都在上班啊，他会有轮休的嘛。好，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一直希望内政部警政署可以加大这个员额编制，但在现有的情况底下，你如何透过排班的方式，让他尽量的不要有一个时间是这种空窗期，那这当然对民众来说是很重要的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设备哦，这个之前我们觉得大陆的地铁，如果大家有去大陆搭乘过地铁，会觉得说，哎呀，怎么那么夸张？哦，要金属探测器，对，然后去他们的景点都要人脸辨识，就觉得很多人都说啊，这是侵害人权或什么。但是现在其实大家忍不住去想，大家知道大陆的这个公共场合或大陆的大众运输工具，它的搭乘人数更是多哦，比台湾更多。所以他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所谓的维安的管制？因为只要一个事件发生在群众密集的地方的时候，你造成的伤亡就是这么大哦。所以当然也有一些人在说，台湾有没有可能去做一些闸门有金属探测的功能啦，或者是说像说人孔辨识，但是我猜啦，在台湾是不会通过的。但我们现在在上个礼拜的预算审查，我们要求捷运公司这个投入预算，明年开始就要做了全面升级 AI 辨识的这个监视器。大家可能不知道，现在监视器、智慧型监视器像欧洲的铁路跟纽约已经引进了，它可以设定一些参数，譬如说你监视到都有一个人，他可能拿出一个什么这种什么形状的尖锐物品，他会锁定各种参数，然后监视器会主动锁定那个人，然后这个通知我们 OCC 里面的人，而且他会连续性的锁定，他从这里又到哪里到哪里，那我们要找到那个人就很方便。这个是捷运公司明年开始就要去升级几个大站的工作。休息一下再回来。